其实我绝大多数的爱情歌的那个创作对象都是，就是那个会在天上发光的那个。以后不要再安排这种对象。可能因为我的爱情的故事就也已经写完了之后，需要新的灵感的时候，我就会想想，然后想想。就是如果说你有对象的话，我真的是在这边为你的对象默哀1秒钟。总之呢，卢广仲的爱情三角形就是卢广仲他女友跟，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有机会就来参考看看。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后面到李克太太，我们是跟广仲来卖这件外套啊。如果喜欢的话，男生穿、女生穿都很好看。对，这边有连接。对，在这，你知道牙套型戴上去，感觉讲话都很不诚恳。真的吗？但是我现在是很诚恳在讲。好，今天要跟广仲来聊一下哲学家这个东西。我觉得心里一定是要有某方面的让你感受到痛苦的疑问，因为大家都是属于没有不舒服，大家就不会去重视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刚出道的你跟你现在最大不一样是什么？视觉上来讲的话，就是以前我是穿短裤嘛，现在大家可能比较难看到我的膝盖了。你眼镜还是同一副吗？没有，因为我出道已经10多年了，换了几副。因为你知道眼镜跟世界上的大部分的东西一样，它不是永远都可以一直维持，跟我那件穿很久的短裤一样。我是没有想过你会这么认真回答这一题啦。你是很念旧的人吗？我是因为我巨蟹座。跟巨蟹座有什么关系？他巨蟹座就是好像会有这种惯性，念旧的惯性，所以以前我家就是会很多那种舍不得丢的东西啊，其实纪念意义的，我就是每次要丢，然后想到这个丢了好像可惜，或是好像之后是不是会再用到，所以我家就是会那种堆积成山。你眼镜坏掉要换眼镜，可是你知道那个《与龙共舞》里面的那个女生，她不是很念旧吗？眼镜坏掉，她要用同一副。你说张敏吗？对，有在看是不是？有在看《与龙共舞》要看。有在看，就是坏掉的东西，它的念旧的程度是到想要把它修好。我是有一些东西我就是会想办法把它修好，譬如说就是那件以前表演很常穿的牛仔裤、短裤，就是那个布料已经变很薄，几乎那个后面光强一点，你就会看到我四角裤的轮廓。然后去叫我妈说：“你可以帮我补强吗？”所以她在里面可能有加那个布，我那条裤子到最后是有新的跟旧的布这样。你戴这个是不太能笑。我觉得笑看起来就很奇怪，但是你觉得这样的特质对你人生带来什么不便吗？有啦，家里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舍不得丢嘛。那感情上呢？舍不得分手，硬要交往。你说爱情吗？我觉得我看待情感的执念比看待物体就是轻很多。就是我对感情好像是比较随缘，因为你知道，就讲短裤来讲，你知道你如果一直把它放在你的衣橱里面，不把它丢掉，它就是一直会在那边。但是人的心是，它不会像一件裤子一样让你放在那边，然后它不会乱飞的。就是人的心是没有办法控制它要去哪里的。所以因为这个逻辑，我就觉得那感情就是有就有。那如果这个人想要离开，不管是爱情也好，或是友情，那就是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看待感情跟看待就是外在的东西是对我来讲是两件事情。你心里的原始的设定是觉得，反正这个人终究要离开我。我好像都不会有什么设定，不会有预设立场，但应该就是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之后，你就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去面对这条短裤，以及面对这份感情，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本质是什么。爱情的本质是什么？爱情的本质啊，对我而言，我觉得其实爱情跟刚刚讲的友情，很像是某一种护身符嘛，就是某一种你只要握在手上，你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以让我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只是我在过往的人生里面，我比较常选择的是拿着友情的这张护身符。那你觉得你的爱情之路是平平顺顺的吗？还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写歌的灵感？平平顺顺嘛，不知道，就是会缘起缘灭啊。为什么听起来觉得有一点淡淡的悲伤在里面？不会啊，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如果它是一班车要去到某一个地方，不会每个人都陪你从头坐到尾啊，一定是有一些人在中途在某站上车，然后他又比你先下车。朋友或是爱人，他可能都是曾经坐在你旁边的人，但他不会永远陪着你，所以
当我有这样的意识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些经过的情感，我就是会很看得蛮自然的。是哦，那我反而跟你是不一样哎，我会觉得他们要下车的那一天就是他们死亡的那一天。天哪，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朋友都是交了就几乎是一辈子啊。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小学同学，小学2年级，最小的从小学2年级开始。然后国中朋友到现在，高中朋友到现在，大学朋友也到现在，研究所朋友也到现在，工作之后的朋友也到现在，就是没有下车那一天啊。是我不让人家下车吗？还是你都其实时间到，你就是说放他们走了？我也有大学同学，然后18岁认识他们，然后到现在，他们已经就在我身边这样10多年了。对啊，当然也有中间就离开我们的朋友圈了，就都有留住的，离开的都有。反正我就是尊重包容嘛，不管他是不是跟我搭同一班车。那你心中会有一点觉得很惋惜吗？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冷血的人。不是，我蛮喜欢道家的思想，它里面提到有一种很珍贵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就是大家到最后可以是相忘于江湖。我们曾经很好，但是我们最后也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然后我们就是各奔东西。女友都可以是这样子吗？可以啊，可以啊。你难道不会有人想要一直跟他把这台车开下去吗？不管之后会因为什么元素会下车，但是你一开始所想的不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想办法互相的一起改变啊，一起成长，然后经营下去。因为我就是觉得本来在生命当中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但亲情是另外一种 level， 因为亲情就是有血缘关系嘛。曾经想过要结婚吗？曾经嘛，你说遇到这个人，觉得还是在结婚哈，好像还没，就是没有遇到吧。又或者像我刚刚讲，就是我比较常是跟朋友在一起，就是我大学的同学，然后他们是2个电机直男，然后我们3个感情真的很好，我们可以3个就是坐在宿舍里面，然后一天都也没有干嘛，没有讲什么话，可是就是觉得，还是说他们才是你真正的心灵伴侣？对啊，因为我觉得爱情或是友情其实都是提供你一个内心的力量吧，就是让你可以在面对每一天的日常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心里安稳一点。其实某个程度，我觉得就这种情感，其实跟宗教信仰已经有一点雷同。怎么说？因为像我从小就是住在庙旁边，我家有那个保生大帝，每次去庙里拜拜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心里很安稳。但即便我知道他可能不会真的现身出来帮我做一些什么事，可是你每次看到他，你就觉得好像被祝福了。我觉得朋友跟爱人，其实我看待他们的角度是这样，就是其实你不用真的为我做了什么，你不用送礼物给我，我也会对你好，我也会爱你，甚至你不用爱我。所以我是这样在看待朋友、爱人以及生命的。从你的歌里面，可能有一点点可以知道，就是比如说里面会写到，就算不回答，爱你怎么了嘛？既然你把爱情跟友情感觉就是放了这么像放生，放了这么远的话，感觉你不会介意，你是很单方面就是这样子单恋这样，对，完全不介意，因为就像我讲的，就是。因为你对生命也是这样嘛，我从来没有得过他的回应啊，就是他没有真的跟我讲话过，因为他不是一个活生生有温度的人站在你前面呢、啊。也对，那你这样会不会让人家没有安全感？你说让朋友或另一半？对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们。还是你怎么被分手你都不知道？怎么被分手的？我知道、怎么被朋友断绝联络的？因为你是感觉他就是在那边，可是我是觉得感情啊、友情可能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经营的啊。然后就不会觉得，就是他就会自己没事，因为人会一直改变嘛。是，就是这段关系，我可以努力的，我就是会去尽力的去维护，我会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们觉得，我做的好不好，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就是不会要逼迫人家说，你看我为了你做了多少，你要怎么想？就是很害怕。就是关系里面出现情绪勒索这种状态，一出现你有办法马上认出来说，你现在在情绪勒索？有，因为我觉得大家很需要知道你现在正在被情绪勒索。他就说这个我身体不好的话，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你一直没有怎样。就是我不开心，把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归因成说，就是因为你对没有做他叫你做的事情，对，这需要大家有意识的去从对话里面去看到，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有些人就说真的吗？是我吗？
因为可能是我曾经遇过这样的对手就是人物，然后我就会觉得一直觉得啊自己怎么会心情这么不好呢？这到底为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可能去看一些这种心理就是人际关系的书啊，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就叫情绪勒索，感觉对方一直要把他的情绪的起伏就是归咎在你的身上，然后除了你要维护你自己的心情之外，你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时间久了就不会是一个健康关系里面应该出现的那种互相的状态。我觉得蛮多长辈还蛮会使用这一招的。有啊，对付情绪勒索最好的方式就先不要理他，先不要处理那一块，跟他讲别的事，不然肚子饿了嘛，要不要去吃饭？之后要不要写一个跟情绪勒索有关的歌，告诉大家这就是情绪勒索？其实有我新专辑有，你这样一讲，有讲到类似情绪勒索的歌。怎么说？我就在写可能遇到这样的人，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会觉得会想要情绪勒索人的人，就是他可能他比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就把他的情绪推给别人，然后希望别人帮他 hold 住还是什么的。那通常这样的人，他如果心情不好，他也会想要毁掉他的对手的一天。歌名是什么？歌名叫做冒烟的灯泡。因为我就觉得一段良好的关系，跟灯泡有什么关系？有，因为你知道我是很自恋的一个人嘛，这边做非常多，这边曾经做了非常多，我真的听不懂在讲什么的。今天又再次加一了，冒烟的灯泡。因为我觉得一段好的关系，它会很像是一颗健康的灯泡，就是它是可以照亮彼此的。但是一段不好的关系，灯泡就是它是坏掉的，它是不但无法照亮彼此，它还会一直消耗就是彼此的生命跟能量。灯泡再怎么样都会消耗，因为它就不是就最多可以照10万个小时吗？它有一天它就会变成冒烟的灯泡，每个灯泡都会。对啊，所以对啊，没有永远的啊。如果是灯泡的话，可是因为灯泡它不是像我们有机体嘛，细胞自动可以修复。不能你太理性了，还是要保持乐观，可以的，那可以有永远的，很多可以有永远的。那你再讲一下冒烟的灯泡里面的故事。他那个歌词就是，反正就是这种情绪比较不稳定的人，他可能会就我一个旁观者看到的，就是他一直在把自己的能源像红酒一样的干掉。你是说那颗灯泡在喝酒吗？是那个人情绪勒索别人的那个人，他其实在情绪勒索别人的同时，他也像是在把自己的快乐消耗掉。我们都不会快乐。我相信很多人在攻击别人，有可能是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可是也同时表示说自己本身状况不太好，心里不太好过或是什么的，只是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比如说我明明可以跟你好好的说，希望你可以多花点时间陪我，或者是多关心我一点，但是可能人跟人之间比较难讲一些你说比较肉麻的话也好，或是说一些比较能拉近彼此心里的心底话还好，这是不擅长的。因为我自己在諮商里面我有发现，哇，原来我这么不擅长讲这些就是稍微有包装过或是转个弯的话。那我相信很多要去情绪勒索的人，第一个可能是他们就是从小就是被这样子情勒长大，他们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子。或许他是一个，你可以讲他是一个求救讯号，就是他这个人有一些状况然后如果旁边就是可以靠近他一点的人知道说，他现在情勒我，他是不是有别的事情要讲？因为我之前被情勒，我是第一个我就觉得你干嘛要这样跟我讲？可是我现在就是可以再往后一点点，再增加一点点的弹性，就讲说我觉得你现在是在跟我求救一件什么事情，我想要听看听出来，不然你想清楚你想要跟我讲什么好了，你这样讲我听不下去，我就会这样讲。这个很好，就是我也没有跟你吵那个情绪，我只是说你这样讲话谁都听不下去。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在我遇到下次被情勒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这样。是有多常被情勒？好像会，是不是我的长相看起来很容易被情勒，所以大家都有用。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卖东西的话，我就觉得我一定可以跟你要到一个很好的折扣。就我觉得你会给我就跟你说，我跟你讲，我的小孩很小啊，他只有4岁，然后就说好吧，那再给你减一点。对，好像会。还好我没有买东西，但是大家想要这件外套的话，这边连接在这。那你写作的养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好，先讲刚刚你有讲到的，大家以为的我写的情歌，其实我绝大多数的爱情歌的那个创作对象都是佛母，就是那个佛母会在天上发光的那个。
以后不要再安排这种对象。什么意思？因为我刚刚不是讲了，我觉得爱情某个程度是对我而言是跟宗教信仰已经有点相似了，所以既然还是说这是假发，下面是光头？其实对啊，我也不想隐瞒。你已经出家了，对，拿下来，把它拿下来。可能因为我的爱情的故事就也已经写完了之后，需要新的灵感的时候，我就会想想佛母，然后想想我出生的土地嘉南平原，然后就哇，其实它带给我的那种内心的慰藉，我觉得跟爱情差不多，所以我就会这样写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只要心中有爱情的人，或者心中曾经有一段很轰轰烈爱情故事的人，他不管听到是不是情歌，他都会觉得那是情歌，是不是？就像我有一首歌叫《我爱你》，我在讲那个写歌的灵感，所以灵感是里面《我爱你》这首歌里面的主角。他没有性别，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啊，这是一首告白歌，我想要唱给我的对象听，因为他心中有爱情嘛，所以所有的歌都可以，即便是早安陈之美都可以是，就是对啊对啊，都可以是告白的歌。就是如果说你有对象的话，我真的是在这边为你的对象默哀1秒钟。为什么？你说我的对象？你的对象，对，你还有之前所有的对象，在爱情的三角形里面，这亲密、激情跟承诺，你只剩下承诺。承诺很珍贵，可是你只剩下，你没有爱情啊，你根本就没有爱情过啊。这个爱情哦，卢先生只有承诺，就是他在跟人交往，可是他既没有激情，也没有亲密。好，有亲密，我不想知道我们亲密。爱情跟友情的差别是，就是这么差别是这么大哦。真的吗？我真的是为你捏一把冷汗。发明这个刚刚那个三角形的人，真的有过爱情吗？不一定吧，可能，因为说不定是空谈哦。总之呢，卢广仲的爱情三角形就是卢广仲他女友跟佛母，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有机会就来参考看看，希望大家就可以一路顺遂哦。好，但是我大概懂说，就是你把你的人生态度拿进去写歌啦。对啊。那幸好跟大家这么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写出这些。Yeah。那你觉得家人对你的关系是什么？家人吗？对，他们不要再提到佛母了。没有一样，就是像爱情，就是我想到我的家人，我就在南部，然后生活的好，然后身体健康，我就觉得啊，我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辛苦工作就是为了要让家人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嘛。那如果今天假装你现在闭上眼睛之后你就死掉了，你想到什么？家人吧。就是要讲说，我的钥匙放在哪里？要来我家的时候就可以拿钥匙开门。保险箱密码？我没有保险箱，我钱都放在那个哪里？你跟大家讲一下，跟大家讲一下，放在床头。就是既然你是会想到这么实际的东西哦，不是想说就是跟爸妈什么去哪里玩美好的回忆啊。因为我就是比较希望自己活在当下的那种人，所以就每次遇到他们的时候，我都是会尽力的对他们好。如果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遗憾吧。我觉得这样真的超级好这件事情我会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你可能跟每个人见面都把它当成是最后一面，然后你在对他们的时候，你就要想，这是他们对你的最后一个印象，你会想要这样子吗？对爸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话，你的火就会一直上来，但是你就在想到这个，你就是没关系这样。我理解，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是会年轻就觉得我妈怎么话这么多？可是后来比较成熟一点，就是会觉得特别是我觉得是离开了家乡，现在一个人在台北生活，就是会觉得应该真的要好好把握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机会，因为可以变成家人，在这一生，这是很珍贵的缘分，珍惜跟好好对待每一个在生命中交手的人，我觉得这是我的算是人生的座右铭之一吧。人生到最后，其实你撇开所有事情，剩下的就只有关系啊。可能有些人比较看重爱情，有些人比较看重亲情，反正就是不要做会让自己遗憾的事啊。对，这张新的专辑《励志论》，我觉得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你替自己的生活创造快乐，我觉得这就是励志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张新专辑？就是因为这2年疫情的关系，我觉得我自己也废了很大段时间。然后就是可能在家，然后一直追剧然后都没有动这样。我还是会觉得好像要有一些创造的事情才会让我快乐，所以可能某个层面，我觉得励志也是我这个人在这2年当中需要的一种生活的元素。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我所缺乏的，然后变成新专辑的名字，因为创作就是一种补偿作用嘛。
去创造你的人生中或生活中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创作好玩的地方，很像是你看到这个屋子有个破洞，然后你就用一个东西去把它填补起来。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你疗愈自己的方式咯。对啊，因为生活很无聊嘛，那你就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像这次的新专辑的造型，就没有戴眼镜，然后穿一些我以前没有穿过的衣服，就是很紧的衣服啊，还是这件也蛮近的。这件吗 ？Yeah， 就好玩了，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就是帮自己创造快乐，然后自己觉得很好玩。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励志的表现吧。我觉得很好因为 self care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主题。然后有些人会不知道为什么在长大过程之中，觉得照顾自己会变得很自私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负责任的事情。然后你的快乐是要自己给你自己去找的，这真的是还蛮励志的。尤其是当我发现，我其实蛮能帮自己创造快乐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好像长大了。因为以前小时候可能你跌倒或是你受伤，你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在旁边帮你照顾你啊，你的伤口一天一天好起来。直到可能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居然我不只可以照顾自己，就是帮自己疗伤，我甚至可以照顾身边的人、朋友啊，或是同事啊。你有方法，你有余力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看到他们就是从低潮走出来，然后获得快乐。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长大跟小时候的一种分水岭吧。我也是有这样觉得。我也有看到很多人跟我说，好像是类似同一件事情。当你有办法为自己负责，不管你刚刚讲的是自己的快乐负责，或自己的跌倒、自己的受伤，然后帮自己疗愈，然后扩及到帮别人，真的就是一个长大的过程。你真的是帮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收尾，我都不需要收了，真的好开心哦！耶，果然是创作歌手。希望就是大家在听你之前的歌，励志论的歌，当然每个人现在在面对不一样的事情，听的歌都会得到不同的感觉。就也希望听歌的人可以听到，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然后自己去找到你自己的快乐。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现在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人，其实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对你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是可能你只要关上手机，就会消失在你世界的两个人，虚拟的，我们是虚拟的。我们刚刚以上所有谈话，只是为了让你找到你生命中的快乐。还有你心中的佛母，对你心中，对，我们都只是你生命中那个指着月亮的手指啊。可是不能指月亮啊，会割耳朵。割耳朵，要指着太阳的手指。希望我们刚刚的谈话以及这张新专辑以及这个很好看的频道，都可以继续帮助大家寻找到生命中的太阳。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赞点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